像我最近我就说这个政党是不是被诅咒了每个明星都折损得很快，尤其是对柯文哲来讲，他这10年在运作第三势力，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认为在台湾，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第三势力，如果你有这个觉悟，你必须要标准确实要比蓝绿还高。很抱歉在这次的做账的方面你是不如蓝绿。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民众党在最近呢陷入了假账风暴，记者会一直开，可是好像没有怎么去消弭到民众心中的问号。在过去呢，有不少他的 KOL 支持者最近不但是求去，有些人甚至起来高声的批评柯 P 可以说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那过去呢，或许有些民众都还蛮期待的，我们没有可能有个第三势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盼望，不一样的机会，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种越来越绝望的感觉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在8月20号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是这个国人对于3个主要政党的感情那民众呢对于蓝绿白整体的感觉都是趋向负面的，都是觉得讨厌觉得失望啊。那如果讲到3党的好感排行榜，民进党排在第一，但即便第一呢也就 35% 而已，国民党排在第二 26% 左右，民众党呢只有 20%。 但是反感排行榜，民众党呢就排在第一名 40%， 国民党第二 33%， 民进党是 30% 排在第3。所以在最近这整个政治气氛的发展，我心里头就一直有一个蛮大的问号，就是一直在想说，在台湾除了蓝绿之外，过去大家都在讨论说第三势力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从制度面来思考，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吗？没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沃土可以养出第3个势力，第3个政党吗？今天呢来介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宾是资深媒体人黄明。波基你好。露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跟我们聊。进入正题之前，先个人好奇，为什么叫波基啊？我的高中的时候英文名字叫 Pocky。然后就是零食的那个 Pocky 就那个冰棒那个 Pocky。然后后来到了大学，有个同学他就说你都叫 Pocky， 那就帮我自己，他就擅自取了一个叫波基，这样中文谐音这样子。然后我就那时候很流行 BBS 会有什么个人版然后我就把它用成什么波基碎碎念，就弄了一个这个版名所以就一路沿用到现在耶。所以后来那时候跑新闻，很多人都叫我 Pocky， 或波基就叫波基，久了就后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本名，但是知道那个是波基所以有可能就是先从 BBS 版上认识了你的名字，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除了 BBS 还有那个什么，那时候很流行什么个人新闻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版名都是叫波基碎碎念。对，所以就是我用波基出道很早，用波基出道很早比用黄明出道还早。对。好啦，回来到今天的正题我还是觉得要不要先帮我们把民众党这个假账事情来龙去脉简单帮我们整理一下。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用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叫柯文哲竞选总统的竞选的政治现金这个专户他们申报给监察院的这一笔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最早被质疑叫木可这家公司，对就说你这是一个就看起来跟柯关系很接近的一个公司，名称就很就木可嘛，就柯嘛那当然你有这个公司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今天他这家公司他跟你的过从甚密，比如说他的负责人是你竞办的财务长的妹妹对然后而且呢曾经你去年这个你们竞选总部曾经发过一个新闻稿说那个董事长就是财务长曾经有过一度那现在的这个负责人当然就是他的妹妹这样子所以这个关系到底怎么这个牵扯不清啦这是一开始这是一开始但是呢后来整个那个案情爆炸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厂商就是尼奥石勒就一位这个代导对他出来黄珊珊的好朋友嘛是不是对他出来发声明说他说不好意思你们在这个政治献金里面有900多万的账说是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收到，我们也没有跟你们有这几笔的这个款项的往来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就是你报给监察院有这个支出，可是我没有收这个钱呢你说这个厂商拿了，他们说他没拿到，对啊，那这个代际都断掉对啊所以其实是从这个边开始那个就变成一个政治风暴所以才叫假账风波那后来开始就是什么端木正什么会计师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查账等等的，所以烧到现在不管他们现在查账进度怎么样，那包括这个案子就进入到司法，对，那就看这个风暴会烧到什么程度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人在里面
这个上下其手嘛，就是说这个政治现金，你从民众尤其大量的是小额捐款，那这些钱进到你们的这个政治现金专户，你们用在选总统的部分，到底有没有一些这个用在不当的地方，或者说你比如说透过木可公司有人质疑啦，说木可公司就是你们比如说像什么租车一笔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钱其实实际上花到哪里去不知道，那木可的金流怎么流这个之后就看让司法检调去就看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对，但是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是为黑而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选举不是常常都会做很多那个，你看拿到很多候选的面子，对对对，像你知道有些这个竞选的幕僚他们面子可以用一整年啊，或者像什么菜瓜布啊，就是竞选宣传小物，有时候你竞选期间就是发不完，因为会做很多，就带回家自己用，那常常就变成幕僚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3不5时我就带回去，我就当自己家用嘛。对，好，那像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他说他做了900万的面子，可是面子如果今天我说，如果比较严谨的团队，尤其是像柯文哲这种以高于蓝绿标准的团队去申报，你应该每一笔，比如说这笔假设是20万宣传用的面子，那你该说多少份？平均单价多少元？OK， 你就附在上面。那我跟你讲，一般人就闭嘴了嘛。清清楚楚。可是你当今天你就只有写一个宣传用面子，人家就会想说，面子你怎么会花几百万？对，就种加起来这样的折支花费，然后人家就说，哎呀，这个有鬼。当今天各种质疑都出来的时候，我想把你那个账每一笔因为你是报给监察院的，那现在很明显发现说，他们报给监察院就很粗糙啦，对，然后这个整个作业，大家再来检视，因为这是连他们自己人都觉得这个报账的过程有问题嘛。对，好，那如果今天这些粗糙一个一个拿出来打的时候，会变成那叫做质疑你民众党或者说柯文哲的信任危机。对对，就说你这一笔账都有问题，不只是什么你们发现什么几十笔，然后呢什么灌进去啊，什么会计师做账等等，不只是这样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因为我们常讲这个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你为了是你看像他们这什么前2天还在什么每天要开记者会啦，等等的。这个其实老实说，然后每天开的就是每天流入画饼，大家又继续骂那种感觉。我觉得要么就是一次讲完，对，一次讲清楚，而且让人家没有办法再去打。对，可是你要知道账这种东西在政治上你很难讲清楚。对，比如说一个东西到底什么样叫做合理，什么价位什么叫合理？比如说我买一个便当100块，有人会说100块太贵了，有人会说100块太便宜了，有人会说这个单据你们哪里不合格？我想可以光是一张100块单据，我就可以找出一堆毛病。对，那这个你会导致这个很多焦点就失焦了，而且他们自己内部都还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我必须讲陈时涵当然他嘴快了一点，对，但他在那场直播，他开头的时候讲这一笔，因为人家刚开始质疑，他讲说9万多块，可是他在那个直播2个小时的最后面，他就已经更正，就补充了徐府的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说，你都可以看到民众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一种就是乱无章法，或是他们自己内部也是好像也搞不清楚状况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必须讲选举的幕僚大部分不会碰钱，也是不会去碰这个账你最多是把我的支出申报给这个财务部门，我能拿到我带电的钱，我就其他的我不管了。剩下的比如说大笔的通常都是总部直接跟厂商去支付嘛。所以我说像报账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过去最有名的一个账务的政治案。叫新票案，而且那时候就是在选举之前几天，可能差不多前3-5天之类的，然后杀了宋楚瑜措手不及。对，而且宋楚瑜他不是第一时间就出来开，他拖了好几天，他也是要搞清楚状况。对，他就说他要去把这个账整理嘛。然后可是呢，出来即便开了那场记者会，那时候我还是那个大学生啦。那时候光是看那个记者会其实老实说，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对，第一个看不懂，然后第二个你讲越多越复杂，然后呢，一般人就会觉得反正你就是有钱流入你私人户头嘛，对，然后你又讲不清楚，最容易就是给他一句话总结，这样子。那这种案件只要发生，对政治人物就是会受伤，他绝对受伤。那只是说宋楚瑜他的伤其实你从最后的选举结果，他的伤无损他的所谓的他当时的一个政治的能量，但只是那场选举就输掉了，只是选不上总统，只是他选不上，可是他接下来就可以筹组政党，他变成一个台湾的第3势力。亲民党的时候，对，所以我说像这种事情他会受伤的所以像柯文哲你会受伤，可是你要受伤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办法止住血还有就是你能不能确保这个我比如说这个政治现金因为是黄珊珊主责嘛，他是总干事嘛，对，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黄珊珊的3大案。三大案3很大的案子嗯3大案。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台北市政府里面的1、2、3的33大案。OK，对，就是明白这2个3就一边是黄珊珊的大案，一边是三件那个北市府什么金华城，对，现在在查的这2个就变成叫做双台效应。现在对柯文哲来讲就变成，因为金华城现在已经传讯，包括他的前副市长对都已经传过了，然后包括都委会的委员，很快可能就会到他。好，那这2件事情交叠在一起的时候，对民众党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你现在怎么来看民众党的未来？有未来吗？第一个就是2026对县市长选举，可以说几乎就是不要寄望了你们他可以策略性的，比如说新竹，因为新竹是现在还是民众党执政的县市，但新竹现在高虹安现在也是迷迷蒙蒙啊，对，他停止了，对，停止了，可是他代理市长还是民众党的嘛，对了，那当然看说比如说会不会有罢免，那后面还有很多变数，或者他怎么跟国民党在合作之类的，而且那又是柯文哲的故乡嘛，家乡嘛，所以我说新竹市你可能要那个叫做策略性要推派人选的模式，但是我认为2026民众党要在所有的县市首长里面拿下1席的难度都非常非常高，包括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执政县叫金门。可是呢，金门他不是民众党提名，当初陈福海是无党籍选上，然后呢选上之后再加入民众党，可是陈福海又因为他过去曾经有一个贿选的案子，那后来选罢法修正之后，他未来不能再参选，所以他是不能连任的。那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讲，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困窘，比如说黄珊珊这一次被停选，就不行选了，他不能代表民众党选，对，不能代表民众党选，他可以退党用无党籍选，对，可是如果今天他退党，你民众党有支持黄珊珊的理由吗？哎，好尴尬对，所以我说这个对民众党的整体布局，2026，我认为民众党现在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如果这个风暴能够平安度过，关键在于这个风暴还没过。对，好，这个风暴如果能够平安度过，他们要重新思考2026的策略了。那再来就要看到他立法院还是有扮演功能嘛？当然巴西立委不会少，最起码到2028年。就民众党的资本，我们常讲一家企业，比如说你碰到重大危机，你就会开始清算说，我到底还有多少的资本，我有多少筹码？对，我还有多少的这个员工可以用多少的这个那个叫现金流啊什么的。可对政党来讲其实真正的资产是支持者信任也就是说像政党支持度这件事情，像最近那个游盈隆老师的台湾民意基金，对，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对，大概是2.2% 嘛，掉了2.2%，那当然还没有结束，所以就是要看这个趋势，最后我觉得某种程度去测试一下民众党的支持者的死忠的程度，最后是到哪边。但不管怎么样，他在立法院就是有那8席啊，最起码在2028之前。对，那个叫做资源，那个叫现存资源，而这个叫流动性的资产，就是它的支持度。那如果你的现存资源跟这些流动性的资产，让你的民众党还有能量。比如说你未来重新建立包括公平正义，包括居住正义，包括什么等等各种你原本民众党诉求的价值，能够在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继续打继续而且有好的表现，我认为民众党有可能在2028还能够继续扮演所谓的第3大党啊！我都觉得好难。你刚光讲居住正义这4个字，这2天陈佩琪去看破亿的房子，对，就有点自打嘴巴了，又都。所以我才说这些东西就是你有没有自相矛盾？对，那价值最重要，价值就第3势力的政党，我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像柯文哲，很多人说他现在想要搞党产，那其实第3势力最重要的党产就是支持者的信任。包括你不要，其实你看他现在1年还有政党的补助金，对就政党票换算成政党补助金，1年1亿5千万。那其实这个对民众党来讲，已经变成是你从一个很小规模过去这个那个白手起家这样的一个方式，到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已经要算小康了啦。对，就一个小型政党的规模，这些你可以做点事情啦，这些资本、这些资源，是足以让你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运作的，所以短期内它不会倒。可是呢，这时候民众党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不要成为柯文哲党？这一次的风暴其实最关键就是因为主角都跟柯文哲有关。是，那如果今天柯文哲倒，那民众党是不是就跟着倒？是，这次民众党的挑战。好，过去我们台湾的第3势力大部分都面临两种模式，对，一种就是所谓的一人政党，另外一种叫做大党的附庸。
可常常都是先从一人政党开始，默默的就走不到变成大党的附庸了。我觉得感觉也有都有的。对，你讲的这个亲民党就是其中一个。没有，你从最刚开始台联也有点像是因为李前总统，对，他是李登辉的，对不对？光环，然后慢慢的也靠绿了嘛，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光环意识形态就是小绿啊。所以你基本上你细数每一个在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第三势力，几乎都是这样子啊。是。几乎都是先从一个政治明星出来，然后慢慢就还是得要挂靠在光谱的某一边。这个是第三势力，我们在台湾现存的政治势力里面必须要面临的课题，必须要面临。就说你的起家就说每一个小型政党起家是靠什么？比如说当年的新党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其实台湾最早的第三势力有规模的叫新党，对那当然它有它的意识形态的主张，可是在那个时候的主张这所谓的中华民国派是很政治正确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其实新党是最早的明星政党，对，而且他那个时候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他其实是都会党可以这么说，然后大量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就要放赵大哥对赵大哥对，那个时候就是明星嘛，对，那当然很多都是从国民党出走，那他们对新党的一个期许就是他要做小市民的代言人。其实那个时候就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强调的就是公平正义。对，这个其实很多的第三势力都会诉求这一块，但后来越走就要走到政治光谱的某一个偏激路线。当然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说，因为你是从大党出走我们目前大部分的第三势力都是从大党出走，对。那台联当初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台联成立的目标叫做帮助陈水扁执政，帮助陈水扁稳定，就是说为了维系本土政权，所以奉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然后呢，这个去在整个立法院的运作基本上都是跟绿营做这个所谓的合作。是，那它是一个叫做就是说策略性，即便它里面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本土派出走的，那也有绿营的，也有民进党的，但是他们合作起来基本上是跟绿合作，所以它就变成所谓的小绿型的政党。所以像台联，他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说我要出来选个什么总统之类的，就是我要执政的这个方向，台联就没想过，我就是拱陈水扁上去就对了。其实像这样的这种政党在那个年代存在的空间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立法院的选举制度就它是所谓的多席次，对比如说像那时候台北，我记得一个选区可以选好几席，台北市啦就分两个选区嘛，南区北区一个选区至少是好像是8个还是10个，对，所以你那时候我一个小党我只要选南北各提一席，是有机会选上的，因为可能他可能拿个8%、10%的选票他就当选了。现在很难现在因为变成是单一选区所以就2008年第7届立法院以后都变成是单一小选区，然后呢单一候选人至少通常如果是蓝绿对决，通常就你要拿过半的选票，对，那对小党来讲这个在这种制度里面你要当选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像从2008以后小党能够就是你是代表小党，而且呢在蓝绿沙卡都的状况下，在蓝绿都没有礼让就是蓝绿在这个选区都有提名，你能够当选的恐怕只有外岛只有外岛啊，对，只有类似像新党或者是说像那种就是说他们亲民党，所以实际盘算起来是一个都没有嘛如果以本岛来讲的话，如果是蓝绿加一个第三势力沙卡都的局面，那时候黄国昌当选，黄国昌的时候民进党是礼让的对，他在汐止嘛所以我说像这个模式就变成说对小党这种区域立委对小党的这个是极度不利，就是要把小党养起来啦，就是这个环境很困难。就小党你要参政，第一件事情就是区域立委你不用想了，就是说这一块你要拿到席次难度很高，所以你就是只能往政党票那一块去经营。可是你没有区域立委，你就要你怎么去把政党票冲高？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互为因果，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你没有地盘，你要怎么未来壮大？所以就会碰到这个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拿到几席议员，可是你在这个议员，你的议员就没有办法变成立委啊，那就变成万年的议员。好，最后就会变成什么问题？有些议员我在小党待久了，我会觉得那我也想要选立委啊，我已经到了天花板了，我政治生涯没有办法再突破了。可是我觉得我很优秀，我应该要选这个立委嘛，对不对？那我干嘛？加入大党。对，最后就又变成就蓝绿的这个附庸，是那所以对很多小党，当碰到小党的那个红利有些小党会有红利，就好比说像柯文哲某种程度上
民众党叫做10年磨一剑，就是柯文哲从2013年这个开始要选台北市长开始，他从政，他从民进党支持包括这个辅助他变成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白色力量，然后进到台北市，然后2018年连任而且在蓝绿夹杀的状况下连任成功，那他的声势已经变成说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盘，然后再到2020年他拿到了就是组了民众党，然后呢拿到不分区席次，再到2024年的终于第一次参选总统，理论上这10年的进展应该是让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政党我讲10年磨一剑，就是说他终于有了一点成果。对，尤其那时候在要选2024的时候，大家看都觉得有个苗头感觉起来第三势力有苗头的那种感觉，而且比较跟传统亲民党、台联这个新党的模式不太一样，比较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即便你柯文哲一开始还是政治明星绿营支持，但是呢他是素人从政，但是他还是艺人政党，那时候感觉起来一直到现在。应该说这个艺人政党是因为他是明星，对，因为他的能量够强，对对对。可是他号召起来，那也加入了其他明星啊，高虹安啊，有黄珊珊啊，有黄国昌啊，慢慢也有更多的明星加入。可是，我最近我就说，这个政党是不是被诅咒了？每个明星都折损得很快。高虹安因为这个案子助理费案，他一审有罪，然后被停职所以他现在很尴尬。然后那个黄珊珊被停权。对。那现在民众党真正的台柱就剩柯文哲跟黄国昌，就是能够把有那个能量是真的能够号召群众的那种能量的。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我们就回到就是说谈完第三势力他们这种困境之后，民众党如果不能够走自己的路，因为尤其是对柯文哲来讲，他这10年在运作第三势力，他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打蓝打绿，什么垃圾不分蓝绿，对，推倒蓝绿高墙，就是你一定要跟蓝绿不一样，所以当这一次他面临危机他们有一些这个比较辩解的词他是说。国民党也这样啊，民进党也这样啊，那你就是一起和稀泥啦。对，这就会让很多对传统蓝绿不满的人，也会对白不满。对啊，因为就是希望你要不一样。那你今天做了这事情，然后你要说，他也一样啊，所以我这样没什么，那不就是对啊，让大家很失望。可是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当你碰到了这种政治危机，你终于想到的时候，还是得要拿蓝跟绿来垫背。就至少我没有输蓝绿。可是我认为在台湾，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第三势力，如果你有这个觉悟，你必须要标准确实要比蓝绿还高。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你账务怎么可能会做成这个样子？很抱歉在这次做账的方面你是不如蓝绿的。而且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怎么会粗糙到这种程度？就是感觉套用那个黄国昌的那个口头禅嘛，太离谱了。对，就是你很难想象，就很难想象，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对，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务实面的。我也报过账啊。我以前是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我是负责看学生，因为我管学生社团，学生社团要来申请补助，他们要拿发票凭证来跟我报账啊。对，所以每张发票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啊。我还会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做啊。就怎么做你的那个支出凭证才不会被退件嘛。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你要知道，我相信支持柯文哲的很多的小草，他们如果在大学有参加过社团，有在哪边有报过账，他们都很清楚什么叫报账。那怎么会把一个账搞成稀里糊涂的？对，乱成这样。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违反常识。那就违背了柯文哲一开始，你知道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说，要建立一个用常识可以理解的国家。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抱歉很多人用常识没有办法理解，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他越讲我没有办法理解，而且我还是用常识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跟黑不黑科没有关系，就是说单纯是柯文哲在或者说民众党，或者说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就犯了一个很大的大忌，就是跟柯文哲人设跟民众党的党设完全背道而驰。那这个错误你如果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去改变的话，很抱歉，民众党就可能一蹶不振。好，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柯文哲的期待是高的，所以相对来讲那个失望就会更强烈了。因为你看好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讲国民党尤其是我小时候
他们说国民党会选啊，那个有什么啦？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有那种不会选就不会选哦，对对对，前面那个会选是拿钱买票的贿赂的贿，后面那个会是会不会的会，对，以前就会有这种顺口溜嘛，所以对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来讲，他没有那个包袱，对，他没有那个形象的。当然现在的国民党可能不太一样，对，当然。可是民进党同样的啊，就是以前的民进党什么清廉勤政爱乡土，可是现在他执政久了，他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贪腐的弊案啊也会发生。对，可是对一个新兴的势力的第三势力的政党来讲，大部分人还是期待能够有更高的标准来看。就是说他能够对台湾政治带来一些所谓的新政治啊，那不然我们就选旧的就好，干嘛还选新的？所以这是民众党本身的问题啦。但是你就整个我们的政治制度上来看，一个你是说因为立法院它现在单一选区嘛，所以它会变成小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区域选出一个一席，连一席都选不上，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在台湾目前政治环境当中，对于要养出一个好的健康的小党，几乎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当然还有一个叫做人才的培育，一些宿命好了，对，就人才培育的管道的问题。你一个政党，我讲了规模化之后，比如说现在的民众党理论上有能力去做人才培育的工作了，可是4年前乃至于这个5、6年前，就是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还没有组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只能用所谓的客家军嘛，对，就一开始就只能用你市府团队里面的人，或者说你这些团队里面的人的人脉所号召而来的去成立民众党，那再加上那个时候郭台铭的挹注嘛，所以有了高虹安，有了谁，那个人才是这样子募集而来的。那大部分的小党都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都要从大党里面人去吸一些人过来，所以要么是人家用剩不要的，这个2022年有很多就是蓝绿原本在国民党在民进党。也许是因为理念不合，对，也许是因为初选没过，有看到好几个，对，他转而去投靠民众党，对。可是这些人的那个会有一个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就是第一个，如果他在民众党没有闯出一点名堂，他那舞台没有拿到，他就随时就会离开，因为他们不见得是为了认同你的价值理念而来，对，他们是因为他觉得我到小党我有一个舞台，对，那我因为小党他是有所求而来的啦，小党需要的是这个寄存的政治势力，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全部都是那种政治素人，老实说，你们在台湾很多这种小选区真的不容易选，那个你说真的什么拿着一张这个宣传单到处去发，你就能选上吗？老实说，这个太天真了。可是所以有一些地方有政治基础，或者说曾经有过参选经验的人，对这些小党来讲，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有吸引力。就他们说我想要这样太好了，哇，你愿意这个带枪投靠，太棒了，自带粮草嘛。这种人才通常是很多小党没有办法抗拒的。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传统大党的政党文化带进来，然后他在地方培育人才的模式就会变成沦为大党的这种逻辑那可能会有水土不服。对所以我说对小党来讲，人才培育从吸收培育养成这个过程其实要花很长时间，而大党有能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大党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比如说国民党跟地方派系的互动，如果今天有执政，地方派系就会听你的，对那国民党跟地方这个中央没有执政了，那你至少地方要执政对就是你地方县市首长你拿到了，这些地方派系还是愿意跟你合作，因为现在台湾地方派系通常都变成是比较是以县市为区域为一个单位，比如说云林有张家比如说彰化有什么那像民进党，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陈明文，陈明文过去他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他是国民党的很早培育的所谓地方派系的政治精英，所以从省议员开始做，他都是国民党。可是呢，当他想要选县长，他动了那个野心，然后呢，国民党不给他机会，他就决定加入民进党，而且是带了整个派系加入进民进党。那时候民进党执政中央执政有资源所以这些地方派系他看的不见得是理念价值，而是我有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我有没有更多的政治实力、政治资源。那小党或者说第三势力的政党，你不能玩这个游戏，因为这种蓝绿有时候你会说奇怪，蓝跟绿。明明这个价值观天差地远，怎么之前还可以这样跑来跑去？对，怎么还可以跑来跑去？这种叫做自带粮草的诱惑。
如果今天它就是地方诸侯才会这样子跑啊。对，这个当然跟地方生态、地方政治生态有关，对，这也是小党很难在地方打出组织战的原因。因为你要花钱，你要花资源，你要花很多的力量，要成立很多什么协会啊，什么妇女会啊，你要跟这些团体啊，跟这些人，那要去玩而且要很常年的关系的经营。你要跟蓝绿玩军备竞赛，真的没办法，你玩不赢的。对，人家几十年经营的成果，你是很难的。你中央又没有执政，对，所以你拿什么出来吸引别人？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我讲那一句话，就是支持者的热情才是你最重要的党产。那你这些支持者热情从何而来？比如说这次柯文哲里面还有一个案外案，叫做这个就是柯文哲他太太帮儿子弄了一个公司什么之类的。对，他说为了要经营什么小草咖啡馆，对，小草咖啡馆这个概念 OK， 可是你执行的方式不能用成立公司的方式，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变成所谓的党产的概念嘛。那像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些就是政论或直播节目里面，你有提到，就是在选后我们那时候是分析说柯文哲该怎么样去走跟蓝绿不同的经营地方的路。那时候我的建议是说，你是医师嘛，那你就去义诊。那个义诊不是要你去真的是当医师啊，你去做那个叫健康咨询，你只是去量血压、聊聊天，你要跟关心老人家，很多偏乡，对，很多偏乡的长辈你是这个叫做急诊专业或者说至少基本的，我讲，因为你是医师，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的太太是另一半是小儿科，那就是变成老的小的你们都可以顾，就可以去做这种叫巡回义诊。我们本来给他们建议就是说，应该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不用花钱，你最多就是你本来比骑脚踏车环保比较没那么辛苦。你本来就要去各地下乡走了，对。如果你要再拼一次，我说那个是今年选后，那时候他们真的在烦恼，就是说要怎么样去跟这个地方组织要怎么样落地生根。我就说，其实你去跟蓝绿做军事竞赛，你比不赢的，因为你要走另外一条路。这样，蓝绿的便当假设是好一个80块。你如果没有给这个地方一个90块的便当，你没有办法把人吸走。对，那你又没有那样的资源。那你如果是给一样的资源，我告诉你，人家2个都拿。对。可是最后表面上看起来说，你来我都挺你，但是最后票往哪里走不知道。所以我说你去玩军备这样，比如说像去年就有这个我们讲这个郭董郭董某种程度他也是第三势力，对，他的从政的路其实是很辛苦的。他从这个2019他是想要寻求国民党的提名嘛？对，我没有。那去年他又再一次的想要寻求国民党的提名，可是在这一块，就是说当他最后决定要自己联署的时候，我们刚刚还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想要自己联署选总统的这条路，就这条路其实很坎坷啊。你看最后搞到是那个，而且要是首富等级的那种才有办法玩的。你要知道，那个郭董没有政治现金专户对啊，他全部都是拿自己的。他自己花但郭董最后还是跌跌撞撞，还是出了很多的司法的问题，所以真的很不容易的。那我说对那个柯文哲来讲，如果你今天要去玩地方派系，跟地方派系绑诺这种游戏的话，你玩不赢蓝绿的啦。所以现在讲到最后，其实台湾是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第三势力真的可以长出来的，有机会，还是有有机会。因为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49岁以下的族群，在我们就预判就快要超过了2028我讲的是2028 49岁以下的族群都是所谓的6年级末段。2028年还是49岁以下，是不是？对，我已经超过了。没关系，我没有要讲你了。我都会计算一下。我没有要报他的，自己对号入座。对，但是我是说，一般来讲49岁是一个分界，是什么分界？因为我们的选举是20岁到50岁。是一个区段，50岁以上算一个区段，所以的20岁到50岁叫青壮世代，50岁以上叫做长就长辈了啦，好啦。可是这20岁到50岁大概通常占我们台湾选民大概是一半。OK， 好，第一个他选票大概是一半的量，而这一群人，我是说他的那个，你要知道，我们很多人想7年级生，对，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讲7年级生都讲什么草莓族啊，什么网络原生族啊，什么就是他们很爱上网啊，很多不务正业啊，怎样。抱歉2028选举的时候，他们这群人是主力，已经到49岁这个45到49岁这个区间对，他们都是中年了那这一群人他们是网络原生啊，他们对社群的
媒体的那个更容易接受，对然后呢，对很多的资讯的判别跟上一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连意识形态都可能不一样。OK， 所以你说第三势力，他们对传统蓝绿其实多半是厌倦，或说就是神呢，就冷感无力，可是呢，所以我说第三势力原本应该有一个契机，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能够在这一次拿到300多万票的关键。就是本来就有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叫你要说。因为很多讲红海蓝海，我不行，我想说这个如果以柯文哲应该就说一个白沙，白沙屯，就说一片白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采取的矿，可是当你今天你碰到了这一次的危机，这一群人还愿不愿意再相信你一次？这个才是柯文哲现在碰到的最大的政治课题。第三势力有这个契机的，可是第三势力有没有办法做的让这群人愿意相信，我想这才是接下来的关键。而且还是可以从网络生态跟过去传统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重新思考这个事情。对，就是尤其我们现在的，所以你会发现像民进党是一个很擅长选举技术的政党。当他们在经营社群，你要记得，我记得我刚入行没多久什么民进党开始有那个部落格，就政治人物开始经营部落格然后呢开始经营什么噗浪脸书IG， 其实都是民进党率先。民进党对这种社群或者说跟更年轻世代的对话，是他们如果有这种工具，他们一定第一个用。那理论上第三势力的政党应该要更敏感，对。然后呢，那国民党就不要勉强了，就不要勉强，因为这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长期年轻人支持度的会偏低的原因，就他不擅长跟透过这样子的管道跟年轻人或者是跟新的世代来做沟通啦。对，那这也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人才培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传统蓝绿现在都有一些什么营队啊，对，而且会各派系办各自的青年营啊，或者像比如说国民党过去有那个什么奖学金或者是说什么他们有那个什么一些这种培训的机制可是民众党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目前看起来这一块它比较缺。那所以我说，当今天好不容易其实你选完一次总统，理论上你来了很多的志工，很多的那个什么，你要说小草也好或怎么样的，你都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可培养的人。对，这些应该要把它第一个希望他们入党，对，然后第二个希望他们加入参与的改变的这个团队。那你的团队才会越来越壮大。可是如果今天被少数人把持了整个党的机器，或者说整个决策的机制的时候，这群人他没有办法参与，他即便也很有意见。像其实民众党还发生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出来就每次他们发生任何的政治的危机的时候，出来打的永远是自己人。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蓝跟绿不会打到这个程度。过去很少，比如说像民进党，比如说假设有一个李梦燕他被爆了这个，你会发现民进党所有人都不谈。就让这个案子我过去默默就断掉。可是在民众党可能就是有一个人就突然跳出来，你看李梦燕他10年前欠我几百万就会翻旧账。我说像这个对民众党来讲，就是他们的某种程度爱自己。我的想法是，他们的党员或者说他们的从政同志爱自己比爱党更多，但这凸显了不同的世代的不同的样貌，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这样。当然，可是换个角度就是说柯文哲对人的经营真的还不够。因为你知道，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像老宋因为最近他最有名的就是跟人之间的，他很会处理人的问题。他以前曾经有一个被指控说他大学作弊。他以前他选总统常就被那个绿营说，你看你这个人在政大的时候考试作弊啊他一直坚持不愿意把这个事件还原。他其实是被抄的那一个。OK。好，他有这个舞弊事件，但他是被抄的，他不是抄人的。那可是呢，他一直不愿意把这个事件还原的原因，他后来有在一些这个回忆录里面都有讲，因为他不要让当时帮他处理这个事件的老师及那一位同学为难。那如果你是那个当年曾经抄过宋楚瑜考卷的那个同学，你就谢谢他一辈子。对，你心里面会觉得哇，这个人够义气。我欠一个人。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宋楚瑜的团队曾经是一直劝说，要不要把这个同学找出来还原那个当年。他说不要这样，他说为了政治不用做到这个程度。所以
柯文哲我觉得他在人的就少了人的温度这个部分。可是他从政，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这样的话他才可以什么大公无私啊，所以如果有碰到不对，他才能骂才能打。可是当很多人发现，可是你对你的家人又是另外一套标准的时候，问号就出现了。对，所以我说柯文哲也要自己知道自己的人设是什么样的模式。我觉得台湾政治都就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如果你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走那样的路。如果你不希望成为外面讨厌的人，那你就不要违背自己想走的路。第三势力现在讲起来好像或许还有点可能，但就是在不同的世代当中要有不同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在网络时代跟过去传统的政治或许有不一样的文化，才有这么一点可能啊，就不要完全都觉得第三势力在台湾没机会就对了。永远都有机会，只是有没有人去把那个浪带领。就看下一波的造浪者是谁。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波基再次来跟我们聊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2跟礼拜5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跟5星评价。新闻幕后呢，我们现在有粉专也有 IG， 我们会把连结附在节目资讯栏，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给我们。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联络的方式呢会留在节目资讯栏。那再次感谢大家时间，谢谢波基，谢谢露露。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